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被人民日报点名，官方认可的好剧。《幸福到万家》十分真实，也在直面现实，反映现实，注重对人物的塑造和挖掘。太真实的剧集未必是爽剧，但只要看进去，观众就会被这些真实打动。双引号，幸福到万家有大导演郑晓龙、大编剧赵东玲操盘，人气演员赵丽颖加盟，不仅在播出热度上一骑绝尘，更获得了口碑丰收，带领观众沉浸式追剧，与剧中人物共情而愤怒的同时，在短短几集之内就涉及到婚闹、农村征地、职场性骚扰等多个现实问题，引导网友讨论并科普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与相关法律常识。好剧值得细品，好剧余韵悠长。我看到有人发出疑问，这么多事怎么会都发生在一家人身上？我想了想，我父母从他们20几岁相亲到现在50几岁，这么30几年里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足以拍成一部80集电视剧的程度。那个时候普通人的一生是有很多坎坷曲折的，不像现在很多人认为的读书20几年，毕业工作几十年，然后就等着退休了。网友表示，这次反而更看到了赵丽颖柔软温情的一面，再坚强的女孩子也会有情绪崩溃想要哭泣的时刻，从农村到城市，一点点打拼，一步步向上，那句使劲活，好好活戳中了多少人的心窝啊！不只是共情，更是一种对自己的鼓励。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有着平凡人却不平凡的感动。何幸运找不到工作那一段是真的很共情了，尤其是法律人，考过司法考试之后，律所实习，争取留任，从助理做起，实习律师，转正一关关的过。虽然只是女主妹妹的支线，但也拍出了目前法律系大学生面临的窘境。真实生活是五味杂陈也生机勃勃的，剧里却总歌舞升平，玛丽苏横行，还是多拍拍这种反映现实的剧，这才能真正打动人心。第一次看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农村剧，以前总喜欢看偶像剧或者主角大杀四方的剧，现实生活总是比电视剧更残酷。看了《幸福到万家》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我一直不想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公。现实生活小人物是不会开挂的，只有逆来顺受。像何幸福这样敢讨说法的真的寥寥无几。就像昨天晚上幸福的婆婆说，妈羡慕你，可我做不了你。听了好心酸，都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生活变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这个剧真的是足够真实，我都以为这种题材我看不下去，结果真香了。我最喜欢的是编剧把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很有特点，在这个剧里你找不到纯粹的是非对错，站在每一个人物的立场上去想问题，似乎都能理解他们的选择，很憋屈，但是又是如此的真实。用真实呈现场景，用真实打造事件，用真实塑造人物，从不同维度出发，给观众带来非常强的代入感。每一代人都可以在这部剧找到自己想要的共情点，真实到我都怀疑这是隔壁村发生的事，真的好看。能看到当时环境下各种各样的人，也有很多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幸福到万家真的揭示了生活中的很多面，这样的题材实在是太棒了，里面的演员演绎的也很精彩，各种人物的性格演员的淋漓尽致，值得推荐。确实很棒，太真实的剧集未必是爽剧，就是太真实了，才更让人共情。幸福到万家热度居高不下，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功不可没。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赵丽颖主演，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部剧拍得太真实了。一开始的婚闹就让很多网友感到愤怒，之后的万家庄的更多问题被揭露出来。万家庄是附近村庄发展最好的，村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这得益于万善堂积极发展实业，让许多人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把钱挣了。
我们看到了万家庄相对其他村庄繁荣淡我一面，但它的弊端在和幸福嫁到万家庄的时候，渐渐开始显露出来。万家庄的村支书万善堂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同时他也是整个利益集团的中心。他的企业让自己儿子担任总经理，许多人想获得职位都需要来求自己，这让很多村民对很多事不得不忍气吞声。不但如此，还要处处维护万家。这一点从万传家欺负和幸运之后，还可以像个没事人一样，过错方反而是和幸运可以看得出来。万家庄现在似乎是万善堂的一言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虽然生活有保障，但他们似乎活得并不快乐，这里有很多强迫的成分在。真正的幸福应该是民主和自由的，而这一切还需要和幸福一步步努力来做到。现在的和幸福还在努力苦苦支撑，尽管人微言轻，但还是想要活得开心一点。和幸福他的背景真的不算强大，对他来说，能够嫁到万家庄就已经是他的福气。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世而感到自卑，遇到不公的时候，他会据理力争，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生活最不应该辜负的其实就是自己。赵丽颖成功的背后少不了一位重要人物，连当时的大导演于正也发现了她的努力，对旁人说：“这个姑娘将来肯定会红。”双引号。但赵丽颖红起来与于正关系不大，主要是她结识了富豪丁子俊，两人以兄妹相称，丁子俊自然有意相助赵丽颖。在幕后资本的加持下，终于在2011年，《陆贞传奇》由赵丽颖演出，并凭借该剧一举爆红。接着投资商连续投资她拍戏。当《花千骨》上演后，赵丽颖很自然地成为超级女星，与当时正爆红无比的杨颖和杨幂争夺咖位。没有丁子俊率先投资，估计赵丽颖时至今日都是跑龙套的角色，不会有任何出人头地的希望。如果不是投资商指明要她主演《陆贞传奇》，凭她跑龙套的小角色，又如何敢奢望高高在上的大主角？导演、编剧、监制这些人也不会轻易让一个名不经传的小角色来带领整个剧组发展，因为他们输不起这个巨额投资。但有了投资商出钱就好办了，戏剧是富豪投资的，人家要谁做主角就谁做，哪怕上演失败，导演、编剧等人也不敢多说什么。幸好赵丽颖一举成功了。她曾经多次公开感谢丁子俊，如果没有他帮助，就没有今日的赵丽颖。她自己很明白，原本凭她跑龙套的角色不可能做主角，哪怕导演有意栽培也不可能一步登天。无端端去捧一位新人，是冒着巨大风险的，因为现在拍戏必须有投资商出钱，单靠剧组根本支撑不起巨额的资金。20-30集的电视剧，动不动就得耗资10几20亿，试问谁有这个胆子拿几十亿去试验一位没有名气的新人？在这一点上，几乎注定了跑龙套的小角色不会有出头之日。就像工厂里干流水线的小工人，想摇身变成千万富豪，难度和跑龙套变成大主角一样。大家想想，工厂的工人希望大不大？跑龙套除非像赵丽颖那样结识了大资家，由他出资点名让你跑龙套的上位，否则根本不可能。现在更加现实，想做主角，必须先成名，不可能全由剧组出钱捧红你。所以，现在许多人都想通过选秀打响名堂，从而吸引幕后大资本关注。只要有位大佬愿意为他出资，那才算真正成功。因此，赵丽颖的成功纯属偶然，没有结识丁子俊，她不可能成为大明星。